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家里有花园的朋友呢，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过几年以后啊，你的花园的地上突然会长了很多这些小树苗。这些小树苗呢，主要是因为在你的花园的草坪的下方呢，就出现了这样很多这样的树根。这树根非常讨厌，它长得非常快。另外呢，它盘根错节，这个用一般的除草剂呢是不管用的。所以说，最终呢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树根挖出来。大家可以看这边呢，是我后花园有一片草地。这个地方呢，如果大家仔细看，这地方长了很多这样的小树苗。实际上可能咱们讲的是杨树苗啊。大家可以看这个不同地方有这个杨树苗，其实下边它的根系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。所以等我待会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树苗呢，都是从一个大的根上面发出来的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呢，整个都有很多这样的树苗。我这个草地呢，去年我用除草剂来去除以后，所以说就出现了这种片状的缺损。今年你看我这地方种了一些草籽，所以说有一些新的草呢已经开始长出来了。但是我今天仍然要把这些树根全部去掉，否则的话，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就会长这样的树根，这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所以说这些树根呢总是会破坏你辛辛苦苦保护的你的草地。大家看这地方很多，这中间呢是我刚种的一些草，长得非常好。但是这地方呢，大家可以看，这地方仍然有很多这样的小树苗。所以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展示怎么样来去除这些树根。好了，首先呢我从这一棵开始，然后呢中间这一棵，然后再到这边这一棵，边做边给大家示范。好，大家可以看我有这样一个工具，这边呢是个尖的头，这边呢是这样的一个钩子，所以说一般呢我就用这边就可以了。你发现这个树苗以后呢，就在它边上，你能感觉得到。大家可以看呢，我把这个翘起来，然后从这地方有个裂缝，其实这个裂缝呢，你就能判断出这边根系呢向这个方向在走。实际上它是与这边这个芽呢是连在一起的，同时呢也向那个方向走。在进了以后呢，我再向里边稍微推一推，然后一点一点翘起来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根呢已经露出来了，同时呢我顺着这个方向向这边挖，把上边的草坪把它扒开，这样就更容易暴露下边的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，这个根已经到这个花园的边上，整个把它提起来。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发出来的小树苗，看，这是非常长的一个根，这些根上任何一个地方将来都可以发出这样的小树苗。所以说我只有把这样根拿掉以后，然后呢，明年它就不会再发了。这个地方还有一根根，走向不一样。这是另外一个根，我这个呢把它搞断了，因为这已经到花园的边上了，所以说我没有必要再去追踪。这个已经挖开的这个地方呢，因为上面有草，怎么办呢？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就这样的话，实际上这个草坪呢是被损坏的。我呢用这边这一端，大家可以看，用这一端把这个翻起来的草坪呢，把它砸平砸实，这样呢这边的这些草呢就得到了保护，回头一浇水，这个草就可以重新长起来了。
好，这边呢我就做好了。同时呢，因为刚才我知道这边有个裂缝，我知道这边呢还有个根连在这边，所以说我沿着这个方向，大家可以看沿着这个缝呢，你都能发现这个根。哎，这是我刚才弄断的这个地方，对吧？然后你用手这样向下一推，你会发现这边还有一个根，这是比较小的，但是呢，你可以顺着这个方向，把这个小根给它挖出来。这边也有个断下来的根，然后你顺着这个方向，把这个根挖起来。然后这个根要接着挖，要追踪到看它到什么地方去。你看到这个地方呢，它有个接点，把上面这个草皮呢把它拿掉，待会儿你可以用来修这个修复草用。这个地方呢已经变得很细了，就是这边呢主要是这一个大块的这个根我们挖掉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呢，沿着现在刚才挖断这个根的方向，接着向这边，这就连起来了。所以说我先呢把刚才挖掉这部分土把它砸实，然后呢大家可以看这边呢有新的这个芽的地方，我呢就沿着这个我刚才挖的这个方向，你看我这样一撬，这边有个裂缝，说明呢这个根是从刚才这地方过来的。然后你先慢慢这样耸一耸，这样让它的土呢松一点。同时呢，你通过看这个裂缝的方向，你能判别这个树根是在哪个方位。然后我顺着这个方向接着向前挖，因为它下边盘根错节，你想一下把它挖起来很不容易，所以说一点一点的移动方向，然后把边上的这些土呢可以再把它打掉，这样呢挖起来就容易一些。看这个地方就是一直又伸到这个地方来了，它这个刚才那一只是这样过来，现在这一只呢通到照相机那边的方向。因为你能看到这个位置，裂缝的位置，你就能找到这个根在什么地方，所以说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挖。然后这种情况呢，我不愿意把上面的草损坏，我呢先把下边这个根给它弄断以后呢，顺着这个根的方向向那方面长，尽量减少对这个草坪的破坏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根就明显的显露出来了。我把我这个棍子放进来，这样呢就是能用上力。用上力以后呢，我打算把它弄断。你看，就这样轻轻的一点一点的，你就可以把整个这个根呢给它拉出来。这下边看这个地方盘根错节的，这地方又出来一个小根，这地方也有一个小根通向那个方向，抖一下，把土抖下来。好了，好，大家可以看，这个是边上的这些小根，我把它弄掉以后，这地方有3个发芽的这种点，这边还有新的发芽的地方。因为我现在把这个主根拿掉了以后呢，我就可以顺着这个根向这个方向找。我把相机移移啊，
大家可以看，现在呢，我在这个方向，对吧？那么呢，我要朝这个方向来走。现在我这样向上一拉，我能看到这个裂缝的方向是这个方向。看，然后呢，我顺着这个裂缝向上拉，轻轻的，一次不要想完全把它拉出来，那样太累了，一次拉一点。这样轻轻的一下一下的拉，拉到这个地方拉不动的时候呢，我能看到这个，大家可以看这个根的走的方向是向这个方向走，那么我呢就可以用这个铁钎沿着这个方向向上挖，这样一挖出来，它上边呢土就少了。这样你就容易把这个根把它拔出来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如果你能够看到的话，这上面横着又来了一个树根，所以说它挡起来了。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呢，盘根错节啊。我给你这样来看一看，这里边呢，看这个地方有一根横过来的这个根，这是呢我们顺着走过来这个根，它两个有个交叉。我必须把这个根拿掉，这个根才能接着向前走。好了，我把这边上这根细根拿掉，然后这个根呢，接着向前走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移到了另外一块儿，这地方大家看，这有3棵小树苗，这地方呢有1棵，然后这边有2棵，这有1棵，这边呢还有好几棵。待会我们要顺着要移过去，那么我现在呢就不一一给大家显示录像，这样可以节约大家的时间。等我把这一块挖起来以后呢，再给大家展示这个录像。大家可以看，在这个花园的边上呢，有好几棵这样的树苗。实际上呢，我把这边挖掉以后，可以看这个根一直沿着这个树苗的走向再向前走。这个根也有可能和这边的根盘根错节在一起。大家可以看刚才我给大家显示的这个树根，在这个修缮局的下边，靠近这个边沿，我向前追踪了以后呢，这地方有个芽，然后这地方呢又有2颗芽，到这地方大家可以看这个边上呢也有侧枝，非常小的侧枝，但是呢它仍然可以发这个小树苗。然后到这个地方以后，这边有一个侧枝，一直通过来，通到这一大片来。大家可以看，其实这个拔起来，有些比较浅表的很容易。哎，这就一只整个拔下来了，我们扔掉它。这已经到花园的边上了。好了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颗，先把它放在边上去。这是刚才已经挖出来了几颗这样的根系，然后呢，咱们回过头来再来解决这一块，然后这边呢还有几颗小的，待会都要把它去掉。在花园的那个尽头有几颗，我们都把它去掉。这个地方呢，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盘根错节啊，实际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。我这棵，大家可以看这棵树根呢是从这个方向拉过来的，到这里以后呢，这边有个树根从这上面跨过，所以说我把这个树根要拿掉，然后又接着向前走，到这里以后呢就没法走动了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大的树根横过来，这个大的树根大家可以看。前面又分成了2个树根，一个向这个方向走，一个向这个方向走。所以说我这个树根到前面以后呢，在这个方向，它等于呢这个树根之间呢，我们中文呢有个非常好的形容词，叫盘根错节。在你没有看到过这个地下的树根怎么长的时候呢，你就很难完全理解这个字面上的意思。为什么说人际关系盘根错节？就是互相之间呢，它互相都有影响，互相都有联系。
有些地方呢是从主根上发出去的根，像这一样，这地方它有关系的。有些地方呢是另外的根从上面跨过，那么你就绕不过去这个根，你要把它拿掉，必须要把这个根挖起来。这就是咱们这几年大家可能听说中国的打贪打腐中间的有些难度啊，实际上这就叫这种盘根错节的各种关系网。那么今天在我们做花园的时候呢，你就体会到这种盘根错节多么复杂了。好了，现在我后边这块草地呢，这些小的杨树苗全部都拔完了。大家看这个呢，都是我刚刚把它拔掉了，很长的根，一直到这边。这边呢有几个小的也都拔掉了。重要的是这一大块，是吧？刚才大家看到了，还有这一根从这地方。现在呢，这是我的战斗成果，这么多根全部从这块草地下面拔出来了。这样呢，未来3到5年就不会再发这样的树苗了。回头呢，这些草地被破坏的地方呢，我会再去种一些新的草籽。这个未来别的视频我给大家展示怎么样种，其实非常方便。一般呢2到4周，这个新的草就会长下来。就像现在我这边，这就是新草，很快就会长起来。所以说明年呢，我的这个草坪就会非常漂亮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